大家好，我是绿萝。人们常说，越是贫穷的人呢，越大方。你可以先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你的支付宝，看看你自己这个月的花呗呢要还多少钱。如果开通的朋友呢，请自觉打1。如果你愿意呢，你也可以晒一晒自己的额度。我觉得呢，网贷应该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。那个时候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，工资也不高，可能就3000块钱的样子。但是呢，毕竟是女孩，所以呢，什么包包啊、化妆品啊、香水之类的，什么都想要。工作以后呢，你也不能老向家里要钱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工资不高，又怎么办呢？就网贷。网贷的形式呢有很多，关于网贷的负面新闻也不少。女孩们借了钱，但是还不起，所以呢就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。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刚才那句话，说本身越穷的人越大方，其实我理解就是对自己很大方这么个意思。当然你也可以会杠我，说这个是消费观的问题，有的人呢就是消费方式比较保守，那我们的消费观就是很超前。我喜欢享受生活，享受当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的确哈，我们说消费观呢这个问题是很私人的，本身也没有什么对与错。但是如果你的消费能力它超过了你的收入能力太多，或者说你的享受消费占日常消费的比例太大，是不是我们看了今天的视频，你可以稍微的尝试性的做一些调整呢？其实我觉得那些所谓的穷人跟富人，包括失败者跟成功者之间呢，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，就在于对于自我的约束力上，就是自控力。比如说，我知道自己就是没有钱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就是很想买包。然后呢，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，我有很多工作在等我，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拿出了手机，打开了游戏。有一个呢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，他叫做林清玄，他从小呢就喜欢写作，为了写好文章呢，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天都要写文章的要求，从最早的300字到500字，再到1000字，最后呢固定为每天写3000字，就这么的不间断。甚至他呢成名之后呢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练笔，而不是为了发表，更不是为了稿酬。再比如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，每天呢4000个字是雷打不动的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啊，这世界上呢，它没有无缘无故的穷，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富。成功也好，有钱也罢，你只埋怨出身贵贱呢，发发牢骚有什么用呢？只有你认清自己的弱点在哪儿，自己的优势在哪儿。其实富人也会很大方的，只不过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大方，什么时候该吝啬。所以呢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，说不定我们也能变成富人。